比起金钱，成功的人更在乎时间的效率，他们从来不会浪费时间。股神巴菲特的老搭档查理芒格曾说，巴菲特并不是你想象的那么忙，他工作的时间有 80% 花在阅读和思考上，用大把的时间思考，这就是造就他伟大投资事业记录的重要原因。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之一亚伯拉罕·林肯 Abraham Lincoln 也曾说，若给我6小时砍一棵树，我会把前4个小时拿来磨砺斧头。我们的人生要像林肯的话一样，花时间在思考与规划，才能轻松扭转人生。事前的思考与计划会让我们做事更加精准的操作，让我们生活更加高效。巴菲特发现，有许多人每天循环做着9种行为，才会导致低效率没时间。1. 假装合群。不合群其实也没什么，当你和一个群体交往感觉到疲累，说明你们可能并不是同一类人，并非所有的群体你都需要去迎合。胁迫性的去融入群体很难给你带来任何舒适感与价值。合群的目的是为了交流学习，彼此提升，或者只是为了纯粹而真实的情谊。如果不是为了这些，只是花费大把的时间，就怕别人说你不合群，开不起玩笑。那些明知你不乐意还要拿合群来对你进行情绪勒索的，根本不是什么好人，不值得你为他们花时间。强迫自己加入不适合的人际群体，不如独善其身。真正有所成就的人都懂得断舍离，不用管别人怎么说怎么想。合群很重要，但知道自己要什么样的人际关系更加重要。2. 做事总是3分钟热度。3分钟热度不止浪费时间，也对一个人自信心和精力是一种无形的磨损和内耗。而3分钟热度的主要原因是好奇心泛滥。好奇心令人们对一件新事物产生热情，而当开始着手做这件事的时候，才发现没那么简单。为了避免承受未来可能的失败，及时放弃才能全身而退，这导致每件事都是半途而废，最终一事无成。要想改变3分钟热度这个不良习惯，秘诀就在于在刚开始做一件事情的时候，先养成天天做这件事的习惯，再追求做这件事的质量。如何天天做这件事呢？方法很简单，降低自己做这件事情的强度和标准。比如健身，最开始去健身房的时候，你可以每天先去15分钟到半小时，让自己的身体先适应，并且慢慢从中找到乐趣。当每天去健身房半小时已经是一件简单的事，不会消耗你的意志力了，就开始加强力度，加到45分钟或1小时。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，你看到一些努力坚持的人，他们开始也有懒惰的时候，没有人是天生就厉害，自律和坚持的都是一点一点积累的。3. 只想不做，计划过久。72小时定律告诉我们，当你决定做一件事情，如果72小时内没有去做，那你做的这件事的几率就趋近于0。很多人总喜欢等待所谓的机会，总是想要准备好一切，再行动，期望一举成功，想要一个十全十美的开局。今天的事推明天，明天推后天，最后事情还没开始就结束了。所以我们需要培养自己的执行力，每一次的果断，每一次的执行，都是在打败那个在拖延你的敌人。我们可以通过控制情绪来摆脱恶性循环，找出原因，消除任何障碍，无论如何都要马上去做。4. 缺乏目标。无论何时，保持清醒的头脑，明白自己要什么，并且为自己的目标而努力，这永远要摆在第一位。有时候日子一天天的过去了，但是生活上、事业上都不见任何起色，就会觉得很迷茫，感觉浪费了很多时间。其实呢，之所以有这样的想法，是因为没有目标。有时候即使面对喜欢的事，也很难开始，大概率是因为设定的目标不切实际，这会让你觉得目标很难实现，从而导致拖延。设定切合实际的目标和策略规划，会使任务变得简单且有希望，从而使你保持积极的工作状态，掌控大局。5. 怀念或后悔过去。活在过去的人永远在错过现在。有些人总是后悔过去的某个选择，想着早知道这样就好了，不断纠结过去的某件事，在脑海中一遍遍地批判自己，时间长了，思想负担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，而这无法解决或改变任何事情，只会让自己更加苦恼。
不如转移一下注意力，比如开始运动或读书，让生活充实起来，就没空去想那么多了。不要指望别人照亮自己，要内心自带光源。如霍金所说，如果你患有残疾，这也许不是你的错，但抱怨或指望他人怜悯毫无益处。要有积极的态度，眼光向前看，自律及自愈。6. 躺平不学习。很多人可能会嘴上抱怨贫穷，但身体却躺平，不愿意学习，整天沉迷于那种让人着迷又没价值的垃圾娱乐内容，比如没意义的短视频、口水电视剧等等。如果自己不动起来，神仙也救不了你。想快速提升层次，要先思考你未来想过的生活，然后想想你见到谁达到了那个生活，去模仿他，读他读过的书，走他走过的路，从认知与行为上无限的向他靠拢。就比如跟住老虎学捕猎，跟住狐狸学智慧，跟住乌龟学忍耐，在不同的阶段跟住不同的人学习他们最优秀突出的一个方面，然后反复运用到熟练，变成自己的能力，这样就会逐步融合出属于自己的核心竞争力。7. 过度苛求完美。当我们越来越追求完美时，对自己也会逐渐苛刻，更会将他人的缺点放大看，让自己心塞。而苛求完美的心态并不会让工作或生活变得如鱼得水，反而可能因为卡在某些不重要的步骤上，导致任务超时，无法完成，或破坏亲密关系。事实上，完美主义往往是人类对缺陷、无能感的不安、焦虑情绪的表现，而且完美主义到达一定程度，就会渗透进你的生活、工作、人际关系等方方面面，进而可能演变强迫型人格障碍。对于这些焦虑病症，有一种治疗法叫暴露疗法，就是让自己面对最害怕、最焦虑的事物。当出现失误的时候，试着让自己容许这个错误的存在，能补救就补救，无能为力的话，就试着忽略它，不要让它影响之后的所有过程。学会接受失误，建立现实思维，适当调整自己的行为，放平心态看待自己和周遭的人和事，时时提醒自己，完成绝对比完美更加重要。8. 不合适的一心多用，没有目标。巴菲特认为，多任务处理通常会导致效率降低，因为它分散了精力。他建议专注于一项任务，然后再进行下一项。很多人喜欢同时去做很多事情，比如说在陪孩子的时候，同时看电子书，或在家打电话的时候开免提，同时去忙其他的事情。然而最后的结果往往就是对方会明显感觉你心不在焉，自己手头上的其他事情也没做好。目标太多会让我们变得浮躁，什么都想要抓住，但是什么都抓不紧，导致挖了10口井却没有一口是能够出水的。想要专注做事，我们要弄清楚自己的长远目标，知道自己想要什么，再拆分成一个个小目标，一步步努力去实现，这样不经意间做事就会更专注。9. 一味的抱怨与责备。在职场中，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样一些人，他们处处不满意，事事都挑剔。他们抱怨的理由有很多，老板太苛刻，薪水太低，怀才不遇，工作环境不好等等。这些理由听起来似乎不无道理，可是想想又似乎不合逻辑。既然这个工作这么不堪，可以选择离开啊。薪水太低，怀才不遇，可以继续找一个重视你的老板啊。往往越是抱怨的人，就越难做出改变。所有的问题都不是抱怨、批评、责备能解决的，都需要我们去行动，去思考，头脑清晰的行动才能解决。而面对失败，只会吐槽抱怨，推卸责任，不吸取经验教训，很快失败将会再一次降临。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要珍惜时间，因为时间是有限的资源，它过去就不再回来。要明智的利用时间，追求自己的梦想和目标，不要让浪费时间的行为阻碍你的前进道路。只有通过坚定的决心和努力，我们才能实现更多的成就和幸福。所以，让我们停止这9种浪费时间的行为，努力追求更加充实和成功的生活。如果影片内容有带给你一些价值，希望你能按赞并分享出去，把这价值分享给你身边的人，也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，并跟我留言互动。谢谢观看。
请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分享，并留下您的宝贵意见。